各位朋友好，这个最近越来越多人在谈 BIM 跟 Revit 了。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其实有更多一群人是在思考着，那我到底该怎么样从 SketchUp 转进 Revit 里？那这个转换其实是蛮重要的。不过我稍微跟大家讲，转进来其实是可以无缝接轨的，但是转进来之后要拿什么来用是最重要的核心。我们来看，我们现在先看，我们这边有一个空的档案哈，那这个档案呢，其实就是一个 SketchUp 所以我直接把它拉进来就好。那在这个里面拉进来之后，它其实没有做什么事情，它会直接把它给导入进来，就是原始的 SketchUp 就可以了，我们不太需要再去做什么动作。当然，如果你想要把一些资讯带过来是需要的。你看，我直接拉进来，它就出现了像这样的内容。好，那在这个原始的这个档案里头呢，这个提供档案的这位设计师他本身就已经有放好一些像是旁边的这种它的一些模组或是一些元件。那我们姑且不看它，我们先看这一段，主要是这个模型。好，那我先把旧的删掉，因为我等一下示范给大家看。那你看进来之后呢，它会是一个整体的区块，它绑在一起，这当然是必然的。你看它也得绑在一起才能够把这个事情给带出来，所以你看它其实是一个群组。那通常我们进来之后呢，我们要看一下这个事情，就是说它是一块嘛，所以我拉进来之后，我一定要去做分解，局部分解的动作。好，现在分解证据发现，这边其实有一块了，那这些家具它就独立在那个地方。那在这边呢，你可以看到进来之后呢，我们就已经可以做好一些基础的动作，譬如说在平面图上面，我们先抓平面图在这里，我们就可以通过标注去大概知道说，那这个尺寸是这样的尺寸。那我们必须要认知到一件事情就是这种尺寸它是不是准确，你必须要去回馈。那当然我们知道在 SketchUp 里要测尺寸也不是什么问题，但是你要把它变成图就比较需要花点力气。因为在 Revit 里面呢，它的图缩呢，它其实是真实的图缩，所以你可以看到像这个地方，我把它剖开，它是像这样。那传统上来看，如果说譬如说我们在其他软体里面的平面图，它比较像这种状态，它是上视图看到里面。但我们真正要的是平面图，平面图就会有出现 pattern。那我就来示范给大家看一下，为什么平面图 pattern 蛮好玩的。你看到，譬如说我这边给它个墙，那这个墙呢，我们先抓20公分好了，像这个地方大概是20公分，可见原来这个档案尺寸也是对的好，那你看我们刚这道墙20公分，我们先把它拉到比较高的位置。好，这个墙呢现在还没有任何类型所以我们先把这个类型把它装进。你看这边其实这个类型它已经有这个 pattern 了，所以我们来看这个 pattern 如果有，那我们把原来这一块我先把它隐藏起来，你看这个 pattern 就有存在这个地方，而这个是我们刚看到的这一块。那以这个时间点来看，你这一道墙跟原来这道墙它其实是重叠的，所以它会以这个为主。所以我们继续再把这个做局部分解，你就发现它有一些东西不见了，你看它有一些里面的东西不见了。也就是说这道墙呢，它其实是绑在一起的，因为在 SketchUp 里面它画这个模型的其实是用边线去接完之后再把它变成个体，它就变成是一整块的，所以它其实是很难分解的。但我们在这个之前呢，我们可以稍微把它当成地图嘛，所以我刚刚不是建了一个墙嘛，我再把它拉高一点，你可以看到这道墙就是存在于这个地方。那你看这个地方，这边就是那道墙，所以我刚刚说的这个 pattern， 你可以看到这边就出现了没有？这是我建的。那同理可证嘛，我今天可以这样做，我是不是就自然而然可以在这边快速的将这里面把它给叫起来？也就是说，我把这边串接在一起之后，我就用了这道墙。那当然你说，那这样我还要重建，有点麻烦我先跟你说，我刚刚是做给大家看其实如果把它叠起来的话，你可以这样做，我直接把这道墙用点选线然后我指定好高度，我点这个边缘10公分偏移一下，我就直接过来了。看到我点几下就过来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看一下 3D， 这边这几道墙就是我们刚刚建的这几道墙，这道墙看它就是我们刚刚选的这个墙体，原来墙体这一段。那也就是说，在这个状态之下，我纵使我将原来的这道墙把它给拿掉，其实我已经不太需要担心。你看我在做局部分解，它这个内部隔间不一样，可是它外部隔间其实是被我拿掉了，就不太有影响这个内容。好，汇进来之后呢，你继续看里面有一些基本隔间嘛，那我们就要印证一件事情，这个东西就是我汇进来之后到底要花多少时间让它变得有
像这个案子其实蛮小的，但是本来人家都画的那么小，这是基本的一个尺寸的分割。那我们再继续找一下这段，比如说我们再找个这是15公分的，这边到内部的墙，这看起来12而已，把它给画过来。我现在会用画的原因是帮助大家可以建立一下这个基本的架构，还有10公分，这都是原有墙面，你看它其实都会有个对齐线所以应该是蛮好找的，可以找到它基本的关系。好，那看起来基本墙体就这样子了，不见了没有了。好，所以我们来看这一段，我将这个墙给拿掉之后，这是我把它删除，其实基本上也不太影响我太多东西了。好，这边还有一道它的内部隔间墙，这是我们刚刚做的。好，所以现在就已经有了。那接下来就是它一些造型的东西，但不要紧，先知道这个内容。那这样我们就有尺寸了，尺寸没有变还是在我们刚刚原定的内容当中。那它的家具什么的，这个内容都还在里头，我们都是可以标注的。那在这里头，我觉得最让我们在理解这个事情最方便的，除了汇入很简单之外，我们可以看看这个地方。你可以直接这么抓3D 的，抓一个 3D 透视图，你看看里面的3D 透视图它是存在的，也就是说它并没有因为这样就跑掉，它也没有因为这样就不能够使用。那我们还可以调整高度嘛？我们调整一下它的高度，给它一个比较符合我们平常拍照的视角。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看它现在还没有上任何材料，所以我们虽然开 Inkscape 可以用。可开 Inkscape 之后会直接叠加到原来的这个内容。好，你看直接打开之后你会发现，哇，其实它已经有基本的这个样体。那因为 Inkscape 它其实是需要吃你真正的那种 render 的状态的所以你的材料其实原来在这个原图上可能并没有。我就猜，基本上这个原来这个原图提供的人，他并没有在里面设太多的这个材料，所以某种程度来讲带不过来。但不要紧我们来回馈看一下这个事情。那既然它没有带材料，那不代表我们不能处理它你看这它汇进来之后有个汇入符号嘛？但是汇入符号其实在这个之前它是没有任何的材料，你看我一分解它就不见了。所以说，在这个状况之下，在病的逻辑之下，我们必须要给它一些材料。那我们先来看这个事情，比如说这道墙是我们刚刚设的嘛，我们就可以在这边开始加入我们想要给它的材料。比如说我今天找一块板。来看看这个板材可不可以直接快速的给这个材料。那我们其实在这边，我就先这个给它除了墙之外，你看我这边有个白色实木皮，我先快速的画给大家看。我把这个直接叠上来，好，你看叠上来之后，我们再把它翻转一下，可以看到像这一段，我现在刻意的把它来，我们对照一下对照一下这2段。你看我把这条墙画进来了那画进来之后呢，你就可以看到这边就出现了这道墙。我同理可证我在这边再叠过来，我就可以看到这个内容。它直接看得到，所以它其实是一个蛮快速的同步。那当然这个地方我们还可以做什么事情呢？我还可以这样子，比如说我把这个地方交叠一下，我可以开始改变点设计。你可以看到，等一下那边就跟着联动过去了。那这一段我们就去把它翻转一下，因为现在是单向有颜色。好，那除此之外呢，其实我们家具，就是说左边过来看一下左边这边一点，往这边看，往前进。好，就这一块是一个餐桌。那这个餐桌呢，你也不是说一定要被这个绑住餐桌可以怎么样？你看，我们去找我们觉得好看的餐桌。比如说我们先找这个里面的有的桌子这其实是一个它原来预设的这个桌体那我们可以放大看一下，比如说我们给它放个圆的，好不好？放在这边，那我把原来这个删掉，不要这个了。你看这个圆就可以直接放在这个位置，好，你看这就直接进来。那当然这个其实是还没有到 render 所以我们等一下来测试一下 render 会发生什么事。我们就可以直接这样做，比如说这张图大概跟客户开会的前期，我们拿到这个案子要开会的前期，我们要做什么事情？我们可能要在那边做一个简单的 render。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先把它给画面 screenshot 起来，然后让它输出一下。好，那我们
输出完之后，你就会发现，我们刚刚大概有图已经出现到这个地方来了。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我们刚刚输出的画面的图大概像这样子，这是个基本的图。那这个只是一个很 rough 的图，因为我们今天拿这个案子是要拿这个原来人家做好的东西来做进化嘛，所以我们现在准备来开一个简单的图纸，先开一个空的。好，那我就把刚刚的图丢进来。好，这是我们底图哦。好，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拿这个底图去做处理。那接下来我们开一下我们的 AI 的这个画面。那这个底图呢，我们进来之后，其实我们只是一个图框啊，所以我们可以把图框拿掉是无所谓。我们重点是我们要能够让我们刚刚做好的图重新抓进来。所以你看，我现在把它抓进来之后，它就变得比较完整了。那它可以自己抓你要的位置，我们可以把高度减低一点。好，那这样有了之后，我们就开始来做一点简单的处理了，因为它是 interior design 嘛。我们先把这打开。那我们现在想要它做个基本 render， 所以我们先将这个稍微做一点处理。然后把材质抓一下，然后让它去跑。在跑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可以预想它应该会出现不同的内容，但我们其实要做的事情是，透过 SketchUp Render 进来到我们的 Revit 里面之后，再去做下一个动作，来帮助我们去把已经有的模型做进阶。那各位可以看到，我们刚丢进来之后，可以快速看到它有基本的这个内容可以跳出来啊。那它有几种不同的形式，我们可以看。主要是要看一下中间这一段哦，它基本上它的沙发跟电视它是标准在一起的。好，那我们其实还可以再进化一下，就是说，它其实可以去找这个画面中的发展。譬如说，它会继续往后延伸啊，它会出现一些你没有跟它指定好的一些内容。那所以说，这个画面就相当重要哦，你给它这个地图蛮重要的。那除了这样之外，能不能够直接拿这样的内容去做，一样可以的哦。直接回归到这个地方来，然后我们重新去跑这个画面，然后把它给接过来。由于 AI 在进展是很快的所以它已经开始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画面。那这个东西我跟各位提醒一下就是尽量不要用这种单色的，它其实很难去描对事情，所以给它一点描也是比较理想的。然后再去走。那你看这边其实会有一些不同的画面，比如说我们可以很单纯的找一个室内的空间，这边很多啦，室内空间。那你也可以直接看看室内空间做了什么事情，比如这边，但这个其实是在讲这个内容，我直接这样处理就好。好，然后你看这边有非常多不同内容，可以比如说像这个，然后给它跑一下，看看这个画面它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所以看它一次跑出4张来了哈，看我们其实它有不同 level 的4张，它其实大概都可以指认到这个后面这个地方是椅子，对面可能看起来是墙壁，然后沙发在这个位置。那随着这个的发展越强，你可以拿着这个东西再给它做一些进化。同理可证，我们还可以去讲，比如说这边有个比较是确认的跟 negative， 就是不要做的东西，可以把它某些不要做的把它给提出来，让它可以看到这个内容。所以其实我们有3个主轴这第一个主轴是你很方便的可以把 SketchUp 拉进到 Revit 里头，来做简单的测量，然后并且第二个来看到这个东西延伸，它就可以做一些简单的 render， 帮助你去跟这个你的客户沟通也好，或者你自己辨别一些你想要做的这些细节也好。当然这个随着你的 render 的结果，你会看到不同的内容，那是一次参考的基准。那现在我们可以往前进。而第3个我跟各位分享的就是说，这除了这个2个前面的这些内容之外第3个东西就是我们怎么样透过这样的空间的基础去继续发展设计，因为必须你要拿东西拉进来嘛，所以像这样的柜体拉进来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状态？举例来说，这个鞋柜，你看起来是前置的做鞋柜但是鞋柜它现在其实就是一个体嘛，你看你把它分解掉，它基本上也不见了。所以像这种鞋柜，如果你想要拿来再利用的话，你就必须要很清楚的先理解一个事情，就是你现在如果打算的是把 Revit 当成是一个模型的 render 的有点像是基础的话，你才需要做这个事，要不然我相当不建议做这个动作。我们应该要做什么事情？就这个是个柜体嘛，那我们就直接做柜体给他们就好了。比
比如说我们就简单做个家具给他，这是个家具，那这个是玄关柜。那把这个玄关柜拉进来之后，你可以看到这边就是玄关柜嘛。那你刚刚不是已经知道它有个基础了吗？所以你现在可以点它，它就可以出现你要的这个内容。那如果你在画这个的人，他本身，我们直接这样点一点啊，它基本上很快就可以出现了。注意看哦，我们这样点完之后啊，它就有一个外壳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区域，你看我这样拉，那我现在知道我高度，比如说2.1米，那我当然选一下材料比较好，因为这毕竟是我们已经确定要做的内容。那我就很快速的点出我们有的材料。那譬如说这个，我们找一下系统柜板，柜板有的材料在这边。那我们原来内件就已经有，比如说白风好了，我点一下，基本上就出来了。你可以看到它其实可以直接去叠到你要的位置。假设这个柜子是230好了，我们可以直接输230，它是准确的。那同理可证哦，你看到我这样做完之后，我再回到刚刚图片图，这边看它也有 pattern， 那我再继续来哦，继续来，你看我再把这一块，就刚刚这一块我们有了嘛，对不对？那我再复制它一块，我叠出来，我一样哦，这个地方不是已经有我们记好的内容吗？就直接这样点就好了。那其实相当快，那你看不清楚，我们就把它再放大一点，那其实可以相当清楚的可以看到这个。所以其实如果你真的很需要从 schedule 拉进来的话，你可以发现它是可以做到这个事情的，它可以完完全全帮你把它原来的线已经抓出来了。这对我们来说，就是刚入学要进来转换键的人，其实是非常非常快的事情，因为它其实并不会有很耗你体力去做这个动作，而你还可以这样直接去做拉动。比如说这2块门，你可以拉到那里要的位置。那同理嘛，下面也有嘛，对，我就复制嘛。复制，你等一下注意看哦，我跟各位分享一个事情，就是你看我拉到这个高度的时候，它其实是有尺寸的。也就是说，在 SketchUp 里头跟在 Rivet 最大不同就是，它这东西你看20.2、97.8，它是真的有存在这个真的尺寸。一样哦，再复制给大家看一下这一小块，你顺道也可以检视一下你的这个客户跟你有没有机会看到这真实的尺寸，因为其实这过往都是要标才看得到。现在你看100.2乘113.8，这感觉这个13.6这个高度就不太合理。当然你也可以觉得它合理啊，看各位怎么想。好，那我们先完成模型。那我把刚刚这个原来的这一座，这是我们做的嘛，跟它原来这座我们先删掉，我们复原回来看，你看这个就是我们的材料了。这个系统版呢，它是真的有材料的，所以这个材料其实是存在的。好，这边我们去找一下，我们的系统资料库都是有这个材料的。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申报虎白风嘛，里面都有。找一下这个，如果说我今天要用这个112。点2下就进来了，套用。好，你看，再来一次，有没有？材料进来了。所以说，如果我今天真的有要做这个，我把它用到这个转向的一只眼，这里可以看到，其实各个角度可以看得到这个材料。所以你做这个柜子有没有很久？其实没有很久，但是你却可以拿来它量尺寸，你可以直接把它变图了。所以最后一个，我跟各位验证这个事情，就是说我拉进来之后，如果我要一张图，我只需要在这边。它一个视图，我没有拉进来，像这个我给我转向一下，你看哦，直接就出现你刚刚这个柜体图，所以你这边已经有图了哦。然后最有趣的还不是这个，你看这边的尺寸可以标吗？刚刚的尺寸可以标，好，标出来，比例把它拉大一点，你看标出来，然后这个侧向也可以标。除此之外，看到材料标签一叫出来。如果你有变材料，当然可以啊。所以你没有变材料，当然就可以直接这样处理。然后这样就算了。来，再看一下这一项，对不对？我直接 copy 转向一下，再看一下这张图。来，你看你的侧向的图也有。那当然哦，现在它是因为被我们设成家具哦。如果我把它柜体改成柜体不要设家具。橱柜，看我就可以看到它剖面。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如果我想要它剖面图，你又可以直接将剖面图抓出来。当然有人说啊，你还没有建抽屉啊，建抽屉有什么难的？建抽屉
在那边一下就搞定了。来，我直接做给大家看。刚刚不是已经做了这一块了吗？那我们回到正面来。在这一段呢，我先一样进到这个柜体啊，我直接建立一个这个基础，我点选这个面给它，我要建抽屉嘛，直接将这里把它给建出来。我有2个抽屉，对不对？那我的抽屉通常都高度在1半，那我抽屉的这个厚度我先假设是2。好，我把它切掉，把这2个抽屉折出来。注意哦，我深度不用那么深哦，是这个柜体大概40公分而已。好，看一下3D 哈，对吧？它是从里面长的。好，这有了，回到刚刚这里面，所以我们开一下线架构，可以看到这边已经有这一座了，我就可以直接将它阵列过去。我一次做2个嘛，对不对？好，你看这2个完成之后，当然我这个还有个上板嘛，所以我这个上板我再多做一块上板。假设上板是独立的话，因为通常来讲，这个上板会另外一个啦，那我先假设上板是独立的。好，来完成，看一下这边2块就一起来了，所以现在有了。仔细看最后这个好玩的地方，然后破面这边就完成。也就是说，我刚刚所画的这个模型，只要你有这个将东西给整理好的这个能力，你马上就可以得到一张破面图，而且它是可以用的。好，那回到最后这边来，你可以看到这边我们刚刚所改变的这一段，我们在 Inkscape 这边我们刚刚做的这个侧边这一块柜体就已经直接好了，它已经同时做同时出现，同时可以看到它的 render 的状态，细节也可以看得到。如果你做的对，那是没问题的。好，所以这个提供给这一次我们在思考到底要不要用这个 Rivet 去做任何事情。我想跟各位分享的其实就是它其实最重要的点在于帮助你去整合所有事件，而且它的图说、它的架构、它的细节都是可以看得到的。那同理可证，如果你今天有要把这个事情都做完，其实你就会发现最重要的这个 render 的结果还是回归到你自己打算怎么样去做后续的处理，这其实是最有感觉的。好，那最后我们再做一次简单的 render 给大家看，让大家可以理解怎么样在你的 Sketchware 转 Rivet 转并接下来迎接趋势人生的发展，给它做个定位。谢谢大家。